好的，今天我们来讲《三国演义》里头著名的篇章"煮酒论英雄"。上一集我们讲了白门楼，曹操把吕布杀了，去掉了一个心腹大患啊。这个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呢，回许都的时候，徐州的百姓都说让刘备留下来啊，治理徐州。这就是上一集我们说的，是发生在汉献帝建安3年的事情，是公元198年。百姓们都挺喜欢刘备的，想让刘备来治理徐州。不过呢，其实曹操这里头心里头还是有打算的，他就跟百姓说啊，刘将军立了大功，要去见皇帝的，要给他封赏的。等他得了爵位呢，再来治理徐州啊。百姓们就没说什么。曹操就把他的一个车骑将军叫车胄，任命成这个徐州刺史啊，管理徐州了。然后呢，带着大军，带着刘备的兄弟几个到许昌去了。回到许昌以后呢，曹操就封赏了出征的人员，把刘备呢安排在这个他们丞相府附近一个宅院里头住下来了。第二天，曹操就把刘备呢带去见汉献帝了。汉献帝就问起刘备的家世，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的后代。然后汉献帝就让人查了查家谱啊，刘备应该是他的叔叔这个辈分的。他这个时候正好汉献帝啊比较讨厌曹操，所以呢就想重用刘备啊，就封刘备是刘皇叔啊，封他为左将军。曹操回到相府以后呢，谋士们都说汉献帝认刘备做皇叔了，以后可能要跟这个丞相你平起平坐了。曹操就说：他做了皇叔不更好吗？我用皇帝的命令指使他，他更不敢不从了。曹操就把刘备留在许都了，自己呢还是独揽大权啊。没办法，大家都害怕他，就像以前的董卓一样的。有一天，这个他的谋士程昱就劝他，干脆把这个汉献帝废了，自己当皇帝。曹操说：时候未到啊，不能轻举妄动。明天我请皇帝一起出城打猎，我们看看动静再说。然后呢，他就挑选了马匹、猎犬、弓箭，到这个城外面去准备去打猎了。然后就进宫请汉献帝一起去啊。汉献帝虽然不愿意去，但是也不敢不去啊。曹操发话了，他都没办法。韩献帝就跟他一块儿去这个去打猎了。曹操很嚣张啊，和汉献帝是并马走着，只差一个马头，这就是意思就是我也跟皇帝差不多了。开始打猎了。然后汉献帝看到草丛里头窜出一只兔子，就跟刘备说：我看刘皇叔，你怎么来打猎啊？刘备还挺厉害啊，一箭就把那个兔子射中了。汉献帝还喝彩，哇，刘皇叔啊，可是神箭呐！一行人过了一个土坡啊，出来一头鹿。汉献帝他自己还弯弓射箭，连射了3箭都没有射中。久居宫中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武艺。这时候他回头跟曹操说：丞相你射一下看看呢？曹操就上去拿了这个皇帝专用的这个宝雕弓和金披箭啊，这都是皇帝专用的。结果曹操直接从他手上拿了弓箭，曹操拉满弓弦，一箭就射中了那一头鹿了，那个鹿就倒在丛中了。然后文武百官这时候一般都是
要来祝贺嘛，看到是金披箭射的，以为是汉献帝射中了，都跟万岁说恭贺万岁。结果曹操呢，他把马立在这个汉献帝的前面好像是他当皇帝一样。百官看了都很惊异。这个时候，刘备身后的关羽气不打一处来呀，拿着刀就想去杀曹操。刘备跟他摇手关羽一看也只能忍气吞声，把马勒住了。刘备还上前跟这个曹操道贺，说丞相是神箭呀，天下少有啊。曹操还在那里笑，这是托皇帝的福啊。然后还把那个弓和箭都留在身上了，都不给汉献帝了。回去了以后，刘备兄弟在那里说，关羽就问刘备说，曹操这么无礼，我要杀了他，兄长怎么能阻止呢？刘备说，满场都是曹操的心腹手下呀，我们一动手有可能就会伤了主上呀，这怎么行呢？更何况那时候曹操势力很大呀。关羽叹气今天不杀他，以后肯定是扰乱国家的。刘备摇手说，这种事你千万不能说出去啊。再说这个汉献帝回到宫中以后想起今天这个曹操专横跋扈又哭哭啼啼了。他就跟伏皇后说了这个事情，就觉得曹操肯定是不怀好意这个伏皇后说，满朝的这个文武大臣，难道没有一个能救我们吗？汉献帝还没有回答呢，外面进来一个人说，皇帝你不要担心，我推荐一个可以除掉这些奸臣的人。汉献帝一看，原来是伏皇后的父亲，叫伏完抹了眼泪就跟他说，你推举谁呀？这个伏完说，你的国舅董承是一个忠心为国的人啊。汉献帝稍微有点安心了，就想把这个董承叫到宫里头来商量一下。伏完呢，却害怕曹操的耳目太多了，容易泄露机密，就让这个汉献帝写下密诏，赐给董承，让他回家去看。汉献帝一听呢，就写了一份血书叫衣带诏血诏然后呢，把这个血书呢拆开一条玉带，缝在这个玉带里头。董承来到宫里头呢，汉献帝就跟他说了很多好话还把他带到这个宫城阁上面，看到中间的汉高祖刘邦的像还在那里悲叹祖宗这么英雄，子孙却这么懦弱董承这时候也不怎么敢说话。汉献帝又指着张良和萧何说，这两个人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国舅以后也应该像他们一样董承就说，我没有一点功劳汉献帝就把这个玉带解下来，交给董承说，你系上这条带，就像是在我的身边啦，实际上是有意义的呀。董承接了这个玉带以后，倒身拜谢汉献帝轻轻地说，你回家要仔细看不要辜负我一片意思董承就猜到了一点东西，就把这个玉带系在身上，就跟汉献帝拜辞走出宫门，曹操已经有消息了，就在门口等着他呢，就问，你国舅从哪里来这个董承就说，这个皇上来召见我赐了我一条玉带曹操说，赐了你玉带给我看看董承知道这个玉带不普通不敢解。曹操就强行的跟武士说，这个国舅的带子解下来。这些武士呢就取了这个玉带，曹操拿在手上呢翻来翻去，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破绽他那时候就已经起了疑心了，其实曹操就把这个玉带还系在自己身上，说怎么样呀？随从们说，很好很好，好极了。曹操要董承把这个玉带就送给他，董承说这是皇上赐的还是不好转送呢？曹操就笑，
这个袋子里头恐怕有别的道理吧？董承吓坏了，说：“那怎么可能啊？丞相，你要的话，留下就是了。”都心怀鬼胎呀。曹操说：“我说着玩的，这是皇上赐给你的，我怎么能好拿呢？”就还给董承了。董承真的是虚惊一场啊。董承回到家以后，把这个玉带拿出来，翻来覆去的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啊，没有看出来这有什么门道。但是他又想，这个皇上再三叮嘱我，让我细看，肯定还是有点什么道理的。然后一看呢，一看，哎，有一地方缝的是新线，撕开，拿到了一块白绢，是汉献帝的血字诏书啊。这个诏书里头就说，让他联络所有的忠义之士啊，一块讨伐曹操啊。董承看了以后不禁流泪啊，可怜呀，这个皇帝好可怜啊。他把这个诏书呢放在桌子上面，想办法，想不出什么办法，一夜没睡。天快亮的时候呢，睡着了。这时候有个侍郎叫王子服，一早上来看董承来了，他没有通报就进来了，就看到董承呢袖子底下压着一个白绢啊，就轻轻的抽了出来。王子服呢一看是一道血诏，哇，看完了以后就放在袖筒里，就把董承叫醒了。董承看诏书哪去了，吓坏了。王子服就说：“你要杀曹操，我就要去自首去告发你们。”董承吓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把皇帝都害了。王子服说了真心话，说他实际上也很痛恨曹操啊，我要跟你同心合力，一起去对付曹操啊。他们就在上面都签了名字啊，在这个血诏上面都签了名字。两个人正在商议呢，就这时候又来说，又有人来了，叫吴硕啊，还有一个叫崇吉啊，前来拜访。董承很高兴说，这两个人都是忠义之师啊，可以一同商量。他们还想了个办法，他让王子服呢躲在屏风后面，把这个崇吉、吴硕都请到书房里头，就谈起了那一天曹操这个飞扬跋扈的事情啊。崇吉和吴硕都十分的愤恨，觉得都想除掉这个奸臣。话音未落，王子服就出来了，这两个人说：“你们要杀曹操，我去自首。曹国舅就是见证。”崇吉大怒：“你要是依附奸臣的话，我们死了也比你活着强。”啊，董承就说出了原因啊，实际上是要试探他们。这两个人也签上了名字了。王子服说：“还有将军吴子兰，也是一个忠义之士啊，我们把他请来一块儿签。”王子服就把这个吴子兰也请来了，他看了血诏，也愿意啊跟他们一起除掉曹操啊。董承就在后面设下酒席了，四个人一起喝酒，一面商量。家人来报，这个西凉太守马腾啊也前来求见。董承说：“我病了，不能接见。”过了一会儿，家人又来告诉他，马太守说：“昨天看到国舅从宫中出来，今天怎么推脱有病呢？”正在这个厅堂上面生气呢，董承只能站起来说：“那我出去看看，看看马腾到底想干什么。”他就跟马腾见面了。马腾说：“我就要动身回西凉了，特地来告辞啊！国舅为什么不肯接见呢？”董承就说：“得了病啊。”马腾说：“你哪里得病了？你肯定是心里有事啊。”董承答不上呀。马腾就长叹说：“哎，都不是有肝胆的人啊！”就起身要走。董承要挽留。马腾说：“曹操这么专横，连我也满心气愤。你是国舅啊，怎么能看他啊？横行霸道啊！”董承就害怕他只是试探他呀，不敢说真话呀，就是说啊，曹操曹丞相是朝廷大臣，太守怎么能这么说呢？马腾大怒，
跟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啊，就大步的走下台阶呀。董承很高兴呀，把马腾就拦住了，说不要发怒啊，我们到书房看一样东西去啊。两个人就到了书房，董承就把这个血诏啊给马腾看，马腾看了说，我在西凉有10万人马，只要国舅一动手，我们就起兵来接应。董承很高兴，就到后堂和王子服他们相见了，又拿出盟约让他签了名啊。马腾也变成了签了名的人。马腾就说，刘备很重义气，又是皇叔，可以约他一起相助啊。董承说，我去找他探探口气看。当天晚上，董承就带了这个血诏来见刘备，刘备就把他迎到那里啊，坐定，一起喝着小酒，就问起来意。董承说，那天我在围场里头看到你弟弟关羽啊，想杀曹操啊，将军为什么要劝阻啊？刘备大惊，国舅怎么知道啊？董承说，别人不知道，我却知道。如果朝廷大臣啊都像你弟弟这样的胆量，还怕什么曹操啊？哼哼，谁知道这个刘备到底想怎么样呢？我们下一节再说。谢谢大家，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关注刘备该怎么处理这个医血诏的事情啊。